昨儿后半夜，多伦多一场32强淘汰赛，葡萄牙2比1独秒绝杀克罗地亚，闯进16强。绝杀是补时第4分钟一记头球，比赛都快踢没了才砸进去。这场球真正的看头是场上这俩老爷子，一个41岁的 C 罗，一个40岁的克罗地亚队长莫德里奇，咱叫他摩迪。俩人都是1985年生的同岁，还在皇马当过整整6年队友，私下掏心窝子的好哥们。一场定生死，赢的这个进了世界杯淘汰赛生涯头一个球，41岁圆了个20年的梦。输的那个大概率就此跟世界杯告别。你说这剧本老天爷诚心的吧？这交情得从皇马说起。2012到2018年，C 罗和摩迪做了6年队友，同场踢了大约222场，一块捧回13座冠军。光欧洲冠军联赛就拿了4回，欧冠就是全欧洲最强的俱乐部凑一块打的赛事，含金量最高，一辈子拿一个都够吹。他俩6年拿4个，那几年的皇马，摩迪在中场当大脑，负责喂球，C 罗站最前头，负责临门一脚。光摩迪喂给 C 罗，C 罗捅进去的就有大约14次。俩人是全欧洲最让对手头疼的组合之一。后来 C 罗走了，去了别的联赛，可俩人没断。摩迪说过，在马德里那6年特别美好，处处了交情和敬重。如今各奔东西，还常互发消息，外头老想说他俩不对付，其实关系好着呢。这句话你先记着，后头有用。这是2026世界杯的32强淘汰赛，今年世界杯扩到48队，还头一回美加墨3国合办，规模史上最大。小组出线，先打这轮32强，一场定生死，赢了才进16强。段位上，赛前世界排名，葡萄牙第8，克罗地亚第13，都在前15，谁也没高过谁一头。这跟隔壁西班牙3比0摁死奥地利完全两码事，那是强弱分明的碾压。这一场是俩半斤八两的老江湖掰手腕，谁也吃不掉谁。悬念留到最后一秒，俩队的老底子都厚。克罗地亚全国还不到400万人，搁咱这儿也就一个中等城市那么点人，可就这么点人，上届世界杯拿了季军，再上一届2018年一路杀进决赛，4比2输给法国，屈居亚军。一个小国能连着在世界杯上争金夺银，靠的全是摩迪领衔这批黄金一代，这在足球史上都算个奇迹。8年过去，那批人走的走，老的老，还在扛旗的就剩摩迪、佩里西奇这几根30好几的老骨头，可个个都是打过大场面的。葡萄牙这边除了41岁的 C 罗压阵，锋线一票能冲能跑的年轻人，板凳深得很，里头有个贡萨洛·拉基沃·拉莫斯，你先记住这名字，后头有大戏。哨一响，葡萄牙开局更冲。第4分钟，锋线快马莱奥就一脚劲射，被克罗地亚门将利瓦科维奇扑了下来。可这半场整体不快，俩队都谨慎。克罗地亚那帮老中场把球权攥得挺稳，葡萄牙一时半会儿也啃不动。真正先破门的是老兵。第53分钟，克罗地亚又录一记传中，37岁的佩里西奇迎上去，这已经是他第4届世界杯了。第一脚没停利索，球有点粘脚，他愣是稳住顺势一捅，从葡萄牙门将迪奥戈·科斯塔身边钻进网，0比1，克罗地亚领先。一个37岁的老爷子，淘汰赛里先拔头筹，老兵撕开了剧本。克罗地亚这是打算站着就把球赢了，落后了，葡萄牙坐不住，下半场一上来一口气换4个人，摆明要抢命。拉莫斯就是这时候上的，换人之后，葡萄牙明显上了强度，一波接一波往克罗地亚半场压。利瓦科维奇的球门开始告急，先砸的是一场空欢喜。C 罗把球打进网，全场沸腾。结果一回看录像，进球前袋下有犯规，无算。C 罗那表情写满仨字儿：咋又是我？老天爷这回没让他等太久。第68分钟，葡萄牙一个角球，克罗地亚的弗拉西奇在禁区里拽倒了葡萄牙的维加，裁判先没搭理，场边看录像的裁判提醒了一句，主裁自己跑到小屏幕前看了遍回放，回来手一指点球。点球就是把球摆在离门12码的点上，正对球门，除了守门员谁都不许挡，1对1你踢我扑，尽是本分。C 罗来罚，助跑一半来个急停，把利瓦科维奇晃了一下，球贴中路推进去，门将扑向一边，球走的正中间，1比1。可这个1比1不普通，你得先知道 C 罗是个啥样的球员。他这辈子荣誉拿到手软，5座金球奖、欧冠冠军、欧洲杯冠军，能拿的几乎都拿了。可偏偏世界杯他一个冠军没有。更扎心的是淘汰赛，就是这种一场定生死的球，
从2006年到今晚之前6届世界杯8场淘汰赛600多分钟，他一个球没进过，剃了光头。今晚这个点球是头一个，41岁零147天，还成了世界杯淘汰赛进球最年长的人。20年的一口气，在12码前总算出了。你可能想，都41了，前名荣誉一样不缺，他图啥还这么玩命？图的就是世界杯这口气。这是他这辈子唯一没拿全的那块拼图。而就在 C 罗圆梦这当口，把镜头摇到球场另一头，那儿站着摩迪。刚说 C 罗5座金球奖，可有一年这奖偏偏没轮到他，也没轮到梅西。金球奖每年评一次，评全世界踢得最好的那个人，是球员的个人最高荣誉。从2008到2017，整整10年，这奖被梅西和 C 罗俩人包圆，谁也插不进队。这10年铁桶阵只在2018年被撬开过一次，撬开他的正是对面这位摩迪。2018年是摩迪封神的一年，夏天带克罗地亚杀进世界杯决赛，当选那届最佳球员。年底又捧起金球奖，同年国际足联的年度最佳，也压着 C 罗拿了。那年金球颁奖礼 C 罗没去，为啥没去他从没正经解释，外头都猜是心里那道坎儿没过去。你说造化弄人，当年从他手里接走金球的人，8年后在世界杯赛场上被他一个点球逼到了悬崖边，1-1，还剩10来分钟，谁再进一个谁赢。全场都等 C 罗再来一下，亲手把克罗地亚送走，这才配得上流量之王4个字。C 罗是全世界社交媒体粉丝最多的人，一条动态几千万个赞，走到哪儿流量跟到哪儿，一个点球够全网嚼一天。可第81分钟，话锋一转，主帅把 C 罗换下了，换上鲁本内维斯。C 罗一脸不情愿走下场，做回替补席。最要命的关口，大主角退场了。这结局看来不归他写了。90分钟踢完，这场受伤换人庆祝耽误太多，裁判补了整整10分钟往上。就在补时第4分钟，葡萄牙左路莱奥拿球一记串中都进禁区，禁区里高高窜起一个人，一记头锤砸向死角，利瓦科维奇够不着了，2-1，葡萄牙反超。可你再一看，顶进这球的是谁？贡萨洛拉莫斯。开头让你记住那个年轻人，这里得补个前情，你才咂摸出这球的味儿。2022年上届世界杯也是淘汰赛，葡萄牙主帅干了件惊天动地的事，把 C 罗按在替补席，让拉莫斯首发。结果这场拉莫斯一人进3个，葡萄牙6-1血洗瑞士，一人一场进3个，叫戴帽子，也叫帽子戏法。今晚呢 ，C 罗又坐边上看着，还是这个拉莫斯补时绝杀，把克罗地亚送回了家。历史就爱重演。流量最大的还是 C 罗，可决定这场球的那一脚，他人不在场上。克罗地亚这帮老兵不认输，补时都踢到第13分钟了，他们压上来最后一搏，一记传中砸进禁区，门前一通混战。克罗地亚后卫格瓦迪奥尔把球捅进了网，2-2，全队疯。看台也炸了，眼看就要把比赛拖进加时再赌一把，可欢呼没落地，裁判又叫停了。回看录像，越位在先。越位简单说就跟插队买票似的，你不能提前溜到最前头，跑人家球门口等球，进攻那下你至少得跟对方最后一个后卫齐平，比他靠里就算越位。克罗地亚接球那下人占过线了，球吹掉不算，球迷当场就火了，往场里扔杂物，可判罚就是判罚。2-2变回2-1，就差这一口气儿，克罗地亚连加时都没摸着，被一个越位摁死在门槛上。中场哨响，2-1。克罗地亚这场球是站着输的，几个人得单说。输的这边，佩里西奇37岁，第4届世界杯，还能在淘汰赛第一个站出来进球，老而弥坚的配得上。门将利瓦科维奇2次扑救，开场扑莱奥那下质量很高，丢的俩球，一个点球，一个死角头锤，换谁都难，不怪他。赢的这边，葡萄牙门将迪奥戈科斯塔扑了5次，比对面还忙。克罗地亚的科瓦契奇有极限球也是他挡下的。可见葡萄牙赢得多不轻松。莱奥把绝杀那球一记传中，喂到拉莫斯头上，这叫主攻，就是进球前的最后一传。他自己那晚还中了回门框。左路那条边是葡萄牙的活水，拉莫斯替补上场，一锤定音，妥妥的骑兵。还有摩迪，40岁的人从第1分钟踢到补时第13分钟，1分钟没歇打满全场。最后那个被吹的扳平球，他就在场上眼睁睁看着。插一句，咱这频道天天陪你把世界杯掰开揉碎地捞，还没订阅的老铁顺手点一下。这场最有味儿的一段还在后头，回到开头那俩老爷子，40岁的摩迪，这很可能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了。
他没正式官宣退役，可外头基本都这么看。40岁的中场，再等下一届都44了，不现实。今晚这场大概就是他在世界杯这个最大舞台上的最后一舞。摩迪这人跟 C 罗还是两个路子，C 罗是聚光灯下的超级巨星，他是躲在中场靠脑子和跑位踢球的大师。30岁往后才真正封顶，越老越妖。怎么谢的幕啊？没有万众瞩目被换下，全场起立鼓掌那种英雄剧本，是实打实踢满每一分钟，拼到补时第13分钟，然后眼睁睁看着扳平球被吹，认命走人。残忍是残忍，可换个角度，一个40岁的老兵在世界杯赛场上拼到最后一秒才倒下，没有告别演出，也没人给他铺红毯，就是踢到不能再踢为止。这本身反倒挺爷们儿，给他这一舞画上句号的，恰恰是6年的老队友 C 罗。俩人场上是对手，场下是互发消息的哥们儿。所以再看咱这期封面那句损话，C 罗那句对不住了，老莫，让你踢进决赛，世界杯实在没流量，你就咂不出味儿了。老莫你别难过，我这也是替你着想，世界杯这点流量还不够我塞牙缝儿。你说损不损？可也就他俩这交情，才敢这么埋汰对方。这哪是踩人，分明是俩老哥们才开得起的玩笑。真拿你当兄弟，才损得这么欢。说点硬的，看数据，全场射正，葡萄牙3次，克罗地亚6次。射正就是奔着门框去，逼门将必须出手的射门。控球，葡萄牙占了60%，占着60%的球，咋就3次射正，还赢得这么费劲？门道就在克罗地亚中场那几个老油条身上。摩迪、科瓦契奇这些人拿球稳，脚下活，专给你控节奏、拖时间，把比赛往慢了带。葡萄牙的年轻人腿快，可一遇上这种奔吞水，就容易急，容易乱。这是老兵压箱底的本事，不跟你拼快，跟你耗，赌的就是你沉不住气。克罗地亚不缺机会，论射正比葡萄牙还多1倍，可6次就换来1个进球，末了还让录像回看吹掉1个到手的扳平。葡萄牙3次射正进了俩，机会比谁都多，就是差了临门那一下的准头和运气。葡萄牙赢得不花哨，靠的就俩字儿：狠，加上效率，运气也帮了把手。这场最狠的一句我撂这儿，明天满屏都会是同一句。C 罗41岁圆梦淘汰赛首球，立志封神。这话没错，可另一半得说透。这是个点球，是场上的行刑，12码正对空门，就门将一个人挡，进是本分，不进才叫新闻。他把憋了20年的气出了，是圆满。可说到底，这跟运动战里连过带烫、一脚一脚踢出来的不是一个成色。而真正判克罗地亚死刑的那一脚，也就是补时那记头球，是 C 罗被换下，坐在场边看戏的时候顶进去的。来自替补拉莫斯，那个4年前就顶替过他的人，流量还牢牢焊在 C 罗身上。一个点球够全网嚼一整天，可这场球真正的胜负手已经不在他脚下了。火炬正悄没声的换手，只是全世界的镜头还都追着 C 罗，没舍得往拉莫斯身上转。流量归流量，胜负归胜负，这俩有时候真不是一码事。那下一关碰谁？16强，北京时间7月7号凌晨，达拉斯对手西班牙，就是隔壁那场3-0把奥地利闷到全场零射正的那个西班牙。咱前一期专门唠过，西班牙和葡萄牙是伊比利亚半岛上门挨门的俩邻居。这种老对手碰面，火药味格外足。一边是刚给奥地利上完课的西班牙，一边是靠着41岁 C 罗拉着一帮新老交替球员的葡萄牙。用咱姊妹篇那句话，这叫爸爸见爸爸，一个豪门去碰另一个豪门。C 罗这口20年的气刚出，下一关就是块最硬的骨头。今晚葡萄牙占60%球都赢得这么费劲，碰上西班牙那种更极致的控球队，这套还够不够使？真得打个问号。这场提前给你标上，绝对有的看。C 罗这把老骨头能不能碰到西班牙？摩迪这一走，克罗地亚黄金一代是不是真到头了？评论区留一个，咱这每天一场世界杯，掰开揉碎给你唠透。喜欢点个订阅，点个赞，老马谢谢你。行，这场葡萄牙2-1绝杀克罗地亚就唠到这儿。俩1985年的老哥们儿，一个圆了梦往前走，一个站到最后一秒回了家。足球就是这么不讲情面，又这么好看。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马，咱们下一场见。